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也一样，恭喜你们的高尔夫球赛。谢谢。那次活动很有趣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认为我们在与俄罗斯的合作中进展顺利。看看我们是否能在周二之前宣布一些消息。我将在周二与普京总统通话。周末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，我们希望看看是否能结束那场战争，也许可以，也许不行。但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机会。为了达成协议，你会寻求或做出什么样的让步？我想我们会谈到土地问题，那是一大片土地，这和战前的情况大不相同。我们会谈到土地，还会谈到核能发电厂，这是个大问题。但我认为双方已经讨论了很多。与乌克兰和俄罗斯，我们已经在谈论这个问题了。关于划分某些资产，是的，他们一直在努力。总统先生，您是否担心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会引发报复？关于什么？大声点。关于对也门的空袭，你担心会有任何报复措施吗？我不担心。您打算遵守法官关于重新雇佣联邦雇员的命令吗？听不清你说的什么？克林顿任命的法官裁定，联邦政府必须重新雇佣被解雇的联邦雇员。您打算遵守这一裁定吗？我认为这非常，我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我只是听说了这个判决，我认为这简直太荒谬了，简直是一位法官把自己放在了美国总统的位置上，而总统是经过近8000万选民选出来的。这种情况越来越多，这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危险。我估计我们必须要求最高法院做出裁决，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。这些人很多时候根本不来上班，甚至没人知道他们是否存在。现在有个法官竟然想让我们给他们发工资，即便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。我觉得这事儿不会发生，但我们还得看看情况，你们得去问律师。总统先生，关于行政命令，政府遣返委内瑞拉的黑帮成员，而没有让他们回来受审，是否违反了博厄斯伯格法官的命令？我不知道，你得去问律师。你打算进行更多的驱逐行动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些人都是坏人，正如我所说，那是一群很糟糕的家伙，那是一群很坏的人。看看他们，看看他们犯下的罪行，你就明白了。没有比他们更冷酷、更坏的人了，你明白的。但你得去问律师。是的。有人批评说，外国人敌对法之前只在战争时期动用过3次。您认为现在使用该法案合适吗？现在是战争时期，因为拜登放任数百万人进入美国，他们中很多人是罪犯，很多还是重刑犯，他们把其他国家的监狱都搬空了，把犯人都弄到美国来了，这就是入侵。而且这些人是罪犯，很多的罪犯，有杀人犯、最高级别的毒贩、毒枭，还有精神病人的人。他们入侵了我们的国家，他们的确入侵了我们的国家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就是战争。在很多方面，这比战争更危险，因为在战争中他们穿着制服，你知道你在向谁开枪，你知道你要抓捕谁。而这些人走上街头，拜登极其无能的政府，首先他是极其无能的，但拜登和他的团队可能还用了自动笔，看起来我们有位总统在用自动笔签名。如果我们用了自动笔，情况可能会更好。但依我看，这是个大问题。我肯定你不会问这个，但关于自动笔这件事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是他授权的吗？还是办公室里有人？也许是个激进的左翼疯子，随便签字，这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我绝不会用它。
我的意思是，举个例子，我们唯一可能用它的时候是给年轻人写回信的时候，因为这是一件好事。你知道，我们收到了成千上万封信，我们会给年轻人，还有身处糟糕处境的人写支持信等等。但是用自动笔签署赦免令和签署所有的文件是可耻的。市场和消费者对关税做出反应，你是否有意向对某些情况做出豁免，或者放松任何某些关税？关于什么？对钢铁和铝的关税进行豁免。抱歉，我没有这个打算。4月2日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个解放日，我们将收回一些非常愚蠢的总统拱手让出的财富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本想定在4月1日的，但你们知道4月1日是什么日子，所以我觉得4月2日更好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这样做，但我还是定在了4月2日。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个解放日，因为我们将收回很多我们愚蠢的让给其他国家的财富，包括友好的和不友好的国家。好的，请继续。你之前提到从拜登政府手中接管经济，那现在是你的经济了吗？当然有一些是关税，肯定是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钱，实际上我们已经收到了数十亿美元，而且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启动这个计划。除了一些特定的领域，正如你们所知，已经有很多亿美元进入了我们国家，但大头还在后头。从4月2日开始，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为了什么。我上任的时候，鸡蛋价格非常高点，但现在短时间内已经下降了35%，还有其他东西，比如燃料、汽油、能源等等。物价会降下来的，食品杂货等等的价格都会降下来。所以，是的，我认为我们正在创造一个良好的局面。总统先生，关于4月2日的关税，您计划行业性和对等性关税吗？您计划行业性关税吗？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如何处理互惠对等？换句话说，他们收多少我们就收多少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们对我们收费，我们也对他们收费，不能再是他们对我们收费，我们却不对他们收费了。以前的总统太蠢了，拜登当然还有其他人。公平地说，但拜登是我们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，他让吉米·卡特看起来像个好总统。但是在这方面，很多其他总统也犯过同样的错误，包括一些非常优秀的总统，他们对我们收费，我们也对他们收费。除此之外，在汽车、钢铁等所有商品上，我们还将征收额外的关税。总统先生，关于拜登的自动笔签名事件，前总统的行政命令和赦免是否现在都无效了？我觉得是这样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这要由法庭来定。但我觉得那些行政命令应该无效，因为我肯定拜登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而且有人用自动笔签署赦免令，比如对那些1月6日国会山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人的赦免令。想想看，他们用自动笔来赦免，我不认为拜登知道这件事。那些委员会的人删除并销毁了他们花了1年多时间获得的关于1月6日国会山事件的所有信息。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，那些信息对他们非常不利，比如佩洛西已经明确他知道有1万名士兵可以调动，但他拒绝了。如果我们当时动用500名士兵，就不会有问题了，更别说1万名了。还有那个年轻女士说我抓住了那些强壮的特勤局人员的脖子，你们也知道那是个大骗局，是个谎言，她自己也承认了，而且他们还删除了所有资料。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犯罪行为。我想我们快要降落了，各位好吗？祝你们开心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。